回到我们实验室，现在要实际为各位示范元件的架设。那现在冷板上，刚刚我已经先贴好一张散热贴片。那这一个是我们等一下要量测的元件，它的脚位有左至右是 gate、drain 跟 source。那我们要把元件固定在冷板上，才可以进行量测。但是因为我们元件如果压紧的程度、力道不一样的话，也会造成热阻跟着改变，所以我们用扭力扳手来固定扭紧的力道。当扭力扳手不能再转的时候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元件的固定。那我们元件固定好之后，就要依照你选择的量测模式来连接你的元件。如果你是用 MOS diode 的方式来量测的话，你就需要在 GD 这一端把它用正极短路起来，然后 Source 这一端连上负极，接着再连接 Booster 的大电，正极接上正极，负极接上负极，这样子 MOS diode 的连接方式就完成了。接下来如果要用 Body diode 的模式量测的话，只要正负反接。那我接给大家看。但是因为 Body diode 它不会连到 gate 上面，所以 gate 这一个不用管它。那我们现在把它反接，正接到 source， 负的接到 drain， 之后再加上大电。这样就完成 Body diode 模式的连接了。最后一种 Saturation Mode， 这个模式因为要给闸极电压，所以我们把它接回正接正、负接负之后，还要再给它一条 VG 的线路。那我们先把它接起来。一样 Drain 接正极。Source 接负极，在 Booster 这边有一个 Position 1，Position 1这边会输出 VG， 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条接上 VG， 这一条就是我们 VG。那我们一样按照它的颜色把它接上去。这边红色这边接上 Gate， 然后蓝色这边接上Source， 它这边可以对插，很方便吼。好，这样子就完成了 Body diode 模式。那我们这边线路都接好之后，你就可以到电脑这里，电脑这边来操作 Twister 的软体。打开 Twister 软体之后，首先连接上温控平台的冷水机，确定型号之后就可以按 OK。那我们也可以设定我们冷板的温度。冷板温度，如果客户没有要求的话，我们通常是设定在25度的室温范围。接着点选出量测视窗，并且连接上 Booster。连接上之后，点选 OK 就会跳出 Booster 的视窗。我们点选第二个 Advanced Measurement， 可以输入需要量测的参数。如果是 MOS diode 或是 Body diode 的话，只需要输入大电流 PT current 跟小电流 Measurement current。那如果是 Saturation Mode 的话，还需要再加上 VG 的电压才能够开通元件。那我们先选择开启通道，然
后给它一个 VC 的安全电压操作范围。那这颗元件因为之前有量测过了，所以我直接给它一个小电和大电。输入完小电之后，要记得校正。那这颗元件是按 H 校正，这样就会出现它现在的电压值跟它的杂讯。那大电这边给14安培，确认一下这个操作有没有超出它的范围。如果有超出范围的话，还是需要调整一下上面的电压范围。现在看起来是可以操作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量测了。打开量测的视窗之后，点下 Confirm， 按 Start， 它就开始量测了。量测完毕之后，点选 Save 储存您的档案。那这一个我是使用 MOS Diode 的模式量测的，所以给它一个名字。打完名称之后，点选 Save。我们档案储存好之后，就可以打开 Twister Master 软体，并且叫出你刚量测的档案。在这里我已经输入元件的 TSP 了，所以已经计算完毕。那么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Saturation Mode 它的温差变化。这个温差曲线是错误的哈。一般正常来说，要长得像这样子，用大电加热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再切换到小电，它会在冷却的过程中截取讯号。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温升曲线。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 MOS 元件它本身的那颗 R-on 太小，所以如果以正常的方式开通元件的话，可能会造成它的讯号不是那么好。那么你看它的结构函数也长得很奇怪。我们可以直接叫进来 MOS Diode 模式量测的热阻函数。你看 MOS Diode 量出来的曲线就很漂亮，但是 Saturation Mode 它的曲线就很丑，而且跟MOS Diode Mode 差很多。所以依照元件，像这颗元件就比较适合使用 MOS Diode 的方式来量测，会得到比较漂亮的热阻曲线。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曲线去做异介质量测法，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两条热阻曲线。那这两条热阻曲线会有一个分叉点，这样就可以找出我们元件的热阻。如果可以知道元件的分层材料的话，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分层找出它每个材料的热阻。那么 Body Diode 的部分也会有 Body Diode 的热阻值，那这边就不多做赘述了。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帮我们按个赞。如果对影片里面有哪里需要更正或是修改的地方，再欢迎在下面留言。那如果对操作或是原理上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直接寄信给我，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的实验室，我会在上班时间回复您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